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ZenWinnie 频道，我是杰克，我是 Winnie。那么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就是在买房子的时候哦，到底要买 leasehold 还是 freehold？所谓的 freehold 哦，就是永久地契 ；leasehold 呢，就是租赁地契。那么其实呢，在我买房子的时候哦，我也是听人家讲，买房子一定要买永久地契，不要买那种99年啊，或者是几十年剩下的。但是哦，经过一些深入的研究过后，才发现到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你在买你的第一间房子的时候，你是想要买永久地契，还是你 OK with 这个 leasehold 的？其实我那时买的时候还很年轻，我根本都不懂什么叫 freehold， 什么叫 leasehold， 也不懂有这一回事啊，所以我那时是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去购买的，所以我那时也没有去深入了解那么多，就看到地点离他的爸爸妈妈家很靠近，然后又很便宜，之后又是 landed，然后也没有想那么多，就刚好看到我那个月供是在我的负担范围里面。我就买下来了，我也没有去看是 freehold 还是 leasehold 还是什么，这个我那时是没有 care 啦。我起初买房子的时候，就真的是一直听人家讲，买房子一定要买永久地契，买 leasehold 的话就很不划算。那其实做了 agent 过后啦，经过了一些研究，才发现到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首先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什么叫做永久地契。永久地契顾名思义就是永久性的，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选择。在买房子的时候，多数人他们就会prefer 去买永久地契，但是有很多人不了解关于这个永久地契的法律资讯。其实所谓的永久地契啦，不一定是永久性，这整块地是属于你的。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嘞？可能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永久地契的特点吧。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限制没有那么多 ，compared to leasehold。So for freehold 的话来讲，你要卖出去的话来讲，它的手续相当的是比 leasehold 还要短很多，至少短3个月。再来呢，就是 freehold 嘛，就是你可以传承下去给你的孩子啊，你的下一代这样子。产权呢也是完完全全属于业主的。可是呢，政府依然会有权利去收回这一些 leasehold 的地啦，或者是你的那个单位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根据 Land Acquisition Act 1960的法令呢，就是1960年土地征收法令，只要有关的那一个房地产的地段呢，政府想要发展成为那种 infrastructure， 就是那种公共的发展啊，他们就有权利收回来这样子。就是在那整个地段只要政府觉得那一块地、那一个地区是有利于在未来的发展，对于人民的一些福利的话，他是有权去动用这个法令，去要求征收回这片土地。Regardless 那一片地是 freehold 还是 leasehold， 政府都是有权利这样做的。是的，就给你们一个 example 啦，也是在网上可以找得到的。就在2018年的时候，政府就为了去开发 MRT， 在安邦 Park 的购物中心附近的那一带，把那些 freehold 土地都征收回来了。这个就是 for infrastructure 的发展，而去要求收回这片 freehold 的土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政府会依据市场上的市价、那边的物价去给予赔偿。在新加坡如果他们去收回那个 freehold 土地啦，他们是依据他们自己本身评估的，而不是跟着市价的。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马来西亚呢，会比较宽松一些，对于这个赔偿这一方面OK， 那现在呢，我们就讲到 leasehold。leasehold 的话呢，通常那一片地呢，它的拥有权就只有99年而已，就是很 common 的啦。当然也是有30年、50年、99年、991年。991年的话，通常是在新山的 School 带那一边有一片地是991年的，又或者是999年是在沙巴沙拉湾那一带的。那 leasehold 呢，通常它的物价呢会比 freehold 来的低，通常是低个2到30%左右。那在对于投资这一方面的话呢，会有比较优势，就是 return on investment 来的比较高。所以通常呢，在 leasehold 这一边 ，especially 是在 KL、Selangor 那一部分，通常 leasehold 的话，他们的那个 location 在的那个地点呢，就是比较方便啊。为什么会是 leasehold 呢？多数啦都是因为政府觉得那一个地段是在未来的发展会很值钱，所以他们就不会把这个地段变成 freehold。而你们会发现到freehold 啦，通常都是会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也是要看什么 project 啦。如果是很好的地段的话，通常政府都会
hold 住，然后把它变成 leasehold 而不是 freehold 的。所以相对的，在那一个地区infrastructure 的发展全部都会比 freehold 的来得更好一些。这个就是为了抵消很多人一直要买 freehold 而不要买 leasehold 的传统的想法啊。对对对，因为多数是老一辈，他们会讲，哎呀 freehold 可以留给自己的孩子啊，下一代下一代这样子。那如果是讲今天你买 leasehold 的话呢，它在于卖出去的那一方面会有比较多的 restriction， 就是买家那一边呢是需要得到州政府的 state consent 才可以正式转卖出去给下一个买家这样子。因为那一片地还是属于政府的嘛，它不是属于你的，所以你还是需要拿到一个 consent。所以这个 consent 的话，通常是3到6个月的时间 ，on top of normal 的 procedure， 3加1个月的买卖时间，再加上3到6个月的时间，所以这整个买卖的 procedure 的手续，如果是讲弄到来的话，大概是要 at least 9个月或以上啦。但是这个是 for 二手的，对不对？我二手的直接跟发展商买新的就不需要那么久啦，除非你是买 under construction 的就要等哦。如果是讲不是 under construction 的话，基本上是不需要等那么久的，只是二手买卖会比较久而已。那么接下来呢，再跟你们分享多一个关于 leasehold 的特点。For example 啦，再买一个二手，原本是99年的，但是现在只剩下30年的话啦，你要买之前剩下30年的二手房的话，在跟银行贷款那一方面呢，会比较困难一些，因为它所剩下的年份 value 就已经不在那边。除非是上一任的屋主他去给一笔钱做 renew 到去99年，这样的话才可以就再继续卖给下一任买家这样子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讨论到底买 freehold 好还是买 leasehold 好。那么其实我本身觉得啦，做了这些 information 的 research 过后其实真的是要看你个人比较想要怎样的房子。For example， 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代insist 讲我一定要买 freehold 的，就是永久地契的。如果是 leasehold 我一定不要。这个就是看你自己本身的，因为其实讲真的，买房子你要买的开心嘛。你一直给 agent 去推你一个 leasehold 的，但是其实你不是很想买的话，也是没有那个 point 在那边的。所以第一，一定要看你本身自己到底是有多喜欢这个 freehold 跟 leasehold。又或者是在你了解了过后，你觉得leasehold 其实可以买的。讲到底就是看你本身。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心里过不去那一个坎。可是有一些呢，他们是很 open to accept， 因为 leasehold 的话来讲 ，normally 是99年。So let's say 你买一间99年的 leasehold 的 unit， 可能你可以问一下你自己，你会在那一间单位住20-30年吗？通常来讲 ，normal 的房子你住超过10年，基本上都开始有点老旧了。更何况通常 leasehold 以现在的话来讲，大多数是那种公寓 service apartment 会比较多。那你想一下，如果是一栋 service apartment 超过10年、20年，它是不是会开始慢慢变得老旧？然后你是不是真的会在那边永永远远住下去？那么如果你留给你的下一代的话，你的孩子会要继续住那一边吗？对，就是这一点其实我们明白的，就是有很多人会觉得，OK， 我们买永久地契就是为了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但是可能你们没有考虑到一个因素，就是你们的孩子、你们的下一代会不会还 prefer 住在这边？所以这个也是很个人的啦。经过了解过，我是这样子觉得，就你觉得你喜欢这个地点的话，不管它是 freehold 或者是 leasehold 都好，不太需要考量到你的下一代啦。我是这样觉得，因为其实 for example 啦，可能你觉得在这一代是一个很好的 location， 但是以后啦，你的孩子长大了过后，可能他们就不会喜欢在这一个地区啊。有一些买家他们会想到时候他们要脱手的时候，会有一个 concern， 就是 OK， 可能今天你住上20年啦，你真的是住那么久，或者是你把它租出去那么久，那剩下的60多年、70年，可能下一任买家他们就会 concern on 这一个东西，我到底要不要入手好？因为还剩下60多、70年这样子，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可能只剩下60、70年这样子，下一任买家也未必要买，因为过后也是会有很多陆陆续续新的 product、新的公寓啊 ，with 99年或者是 with freehold 会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我一定要选择你这一边？他们会有一个这样子的 concern 啊 ，which is true， 因为你在买房地产的同时，你也是要想那个 exit plan 到底是怎么样，就是将来你脱手了过后，所以就是有它的好跟不好。虽然是讲 leasehold， 对，你可以就是不一定要留给你的孩子，但是你将来要卖的话，可能也会是一个问题啦。这个我们也不能去避免跟逃避的。
然后另外一个考量的东西呢，就是地点这一方面啊，就好像刚才我们有讲到的，其实 freehold 的房产哦，它的那个 area 啦 infrastructure 有一些地区会比较好一点。For example， 如果一间 freehold 房产离你的公司去上班，或者是离你生活的一些要到达的地方是比较方便的 ，compare with 一个 freehold 的地点哦，在比较偏远的，那么地点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为这个是关乎你日常生活中所带来的一些方便或者是不方便之类的。有时候地点啊会胜过于考虑买 freehold 或者是 leasehold 的这一个考量。价钱当然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部分的。地点跟价钱。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关于永久地契跟租赁地契之间要如何去做一个选择。希望我们的这些观点呢，可以带给你们有一点点的启发啦，就是让你们去思考，我到底是不是一定要买永久地契，还是我可以入手 leasehold 这样子？因为其实讲真的，地契啊，永久地契或者是租赁地契哦，不是你唯一一个考量你要买房子的那个很重要的因素，除非你只是觉得这个永久地契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OK， 你就放在 priority。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地契的这一方面呢，不是你最重要的考量，你可以就讲一下地点啊、价钱啊，未来如果要脱手的话，会不会是你想要的一个方向？比较重要的就是关乎到你自己的贷款能力啊、家人的需求啊，还有你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就不只是 freehold 或者是 leasehold，你到底是要自己住的还是要投资的呢？你的budget是多少啊？你要看的 location、便利性跟你的那个去工作的地点的那个 distance 是远还是近等等，总之有蛮多东西需要考虑的，不只是 freehold 跟 leasehold 这样简单而已啦。就总之买房不像买菜，一定要深思，要选到合你心意、合你胃口的，这样子你买的才会开心。所以不要因为永久地契跟租赁地契的这个issue去盖过其他的好这样子。因为讲真的，在马来西亚来讲，做 renewal 方面还是很 friendly， 不像新加坡这样啦。新加坡的99年一到期就不能再 renew 了，就必须要拱手还回给新加坡政府这样。但相对来讲，在马来西亚你还是可以去做 renewal， 并不是太大问题啦。在马来西亚，当然，如果你想要省去这些麻烦，就觉得我不要有这种extension 的东西啊，renewal 的东西，这样子你就直接去买 freehold。但是这个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政府可能会想要动用你的那一片土地去做一些未来的发展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 say no。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啦，希望对你们会有帮助。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觉得对你们有帮助，就给我们一个赞。然后还没有订阅我们的话，请记得订阅，因为是免费的。那么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喽，拜拜，拜。